Final Cut 建立资源库的方法很简单，我们现在这个界面是没有任何工程和资源库的，所以我们先点击打开资源库，然后点击新建，我们选择桌面吧，新建一个文件夹，用来存放资源库，给它命个名，然后这里的名字呢是资源库的名字，我们也给它命个名。好，现在资源库就建立完成了，我们看可以。现在资源库就建立完成了，我们可以看一下桌面的文件夹，也有了资源库。但是这里边有一个小技巧，跟大家说一下。资源库呢，它默认是把素材还有缓存文件都存到一起的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做视频的时候呢，会产生很多缓存，这个资源库它会变得非常的大，有可能你剪一下午视频，这个资源库它会变成几十 G 甚至上百 G 的大小，所以我们现在来给它做一些更改。我们到软件里选择这个资源库，然后来这边选择修改设置，我们把媒体放在刚才新建的文件夹里，和资源库放在一起，缓存呢也把它放在一起，备份呢也把它放在一起。Motion 内容，如果你不用 Motion 做动画的话，这里保持默认就好。如果你不用它的话，它不会产生任何的内容。我们点击好，修改完成以后呢，它的位置也发生了一些改变。我们现在打开存放资源库的这个文件夹，我们可以看到缓存已经被单独的分离出来了。这样的好处就是我们的渲染文件呢，它会单独的存到外边。如果你不需要的时候，或者你想重新渲染一遍的时候，你可以把它删掉，这样会节省空间。我们可以看一下资源库，目前没有任何内容，它只有 186K。 如果你做了一个3到5分钟的视频，那么这个资源库的大小可能也只有几兆的大小，所以还是非常好的。这里要单独说一下这个备份，在你指定了文件夹以后呢，你就不需要管它了，因为 Final Cut 是没有保存功能的，都是自动保存的。万一软件崩掉了也没关系，打开以后呢，还是你刚才的操作，是比较省心的。备份呢，其实是在你的资源库损坏，或者你想查看某一个时间段你做的工程的情况下来用一下，但是呢，有备份总是比没有强的。OK， 这就是建立资源库和修改资源库设置的方法了。接下来我们继续探索。